程式设计。好，各位好，那我们进入这个LeetCode 的一个刷题网站啊，这里应该是它的今天的题目第258题，所谓的digits。我们这样大概看一下哈，那题目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给定一个整数，这个整数应该是非负的整数啊，那所以它是要求将它所有的数字呢一直相加到只剩下一个数字，然后将这个数字呢将它传回来。好，那我们看它的相关的例子的一个解说。好，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解法了哦。我们先看它的例子。那它的例子是说，第一个例子是说，假设给定一个数字是38，那它的输出是2，为什么是2呢？那我们就看它的过程，它的过程是3，第一个步骤3加8是11， 11当然是有两个数字嘛，所以你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11呢就把它拆解个位跟十位，然后两个数字相加，1加1等于2所以2的缘由是这样的。那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有的时候将这个比较极端例子，你必须先做一些处理所以它就是先考虑0的话，它传回去的值当然是0。好，那我们看它的限制。它的限制当然这也很清楚，它是非负的整数，而且最好是直接就用你当然可以用 int 啦，其实你这边可能用 unsigned 可能更好啦不过应该来讲，这边它这个限制大概就用一般，如果是采用 C++ 的话，你用一般的 int 应该是 OK 的。那这边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你能够做这个问题，不用回圈，不用递回的方式，然后在有限的 big O1 的时间内将它完成吗？这个就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就试着先来解释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好，那我们先看采用递回的解答递回解答当然并不是他这里要求啦他是希望不要用到回圈或递回，但是我们就先用递回的来先解释一遍。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第3行，所以这边就是在class solution 里面当中一个方法 add digits， 那丢进来当然就是我们的 number。 好，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是说当你 number 是0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先处理它是比较所谓极端的例子先处理，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开始除法嘛所以我们除法会有除以10，我们 number 去除以10它会有商，会有余数。那基本上呢，因为它是各个数字的和，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当然一个做法就是将它商加上它的余数，好，以这样的方式。那当它这个的和如果是小于等于9的话，我们就得到我们的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递回嘛就用这个更小的一个比原先 number 更小的数字继续递回下去所以
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先执行了。所以这两个例子当然都是可以过的。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有另外去写一个部分的程式。好，我们这边先看到主程式的地方，主程式的地方我们当然就是14行。我们今天先设定 number 是为它 int 里面最大的数字，然后我们把那个最大的数字这样列印出来，然后我们这里是用 C++ 的 random 所谓的 MT19937 透过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产生的虚拟乱数呢，我们当然要避免它是超过我们，所以当然是要磨掉这个最大的 int 的整数。好，然后我们18行，我们再给 number 这个数字，然后我们将的 number 的数字嘛列印出来，然后丢到8 digits。那我们跟这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在这里多了第8行，就是说我们在每次的除法过程当中，我会将它的商以及它的余数将它列印出来，我们会比较清楚它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先执行一遍。所以在这里的情况，所以这里就很清楚，所以我们丢进去的是489333331这个数字。我们将它复制起来，因为它这边提供的 test case 当然是很多啦，但是其他都是隐藏版的，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再多2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大的 int。好，那我们再执行一遍，多2个 test case 看看，所以基本上都是 OK 的，基本上都是 OK 的。那我们这个当然已经 submit 过，它是没有很大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他要我们不要用递回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考虑如何去使用有限时间的一个解法。好，接下来切到我们发布解答的部分哈。那这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就给了一个有关于数学上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number 给定 number 它当然就是用10进位的方式嘛，所以 ai 乘以10的 i 次方嘛，当 ai 当然是0到9当中的一个数字。好，那我们当中了解到就是你的 number 实际上呢跟它的数字的和整个磨掉9的值呢其实是相同的那这个 proposition 这个性质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主要就是透过这样的性质，原则上可以大幅将我们的那个程式简化简化到甚至只剩下1行那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解出来。好，那我们看它有相关证明部分，那我们就将的 number 将它展开。那我们知道10的 i 次方其实就是10的 i 次方减1再加1嘛，这一点问题都没有。10的 i 次方减1基本上当然就是99999，看你有几个，看你有你 i 是多大，你有几个9。好，我们的 i 这边当然是从1开始。好，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就得证了。好，所以因为这个部分
AI 乘以这个部分，这已经是被9整除嘛，所以这个就整个是0，除以9的话，当然0啊，剩下部分是1啊，所以最后就是变成这些数字的和然后除以9的余数。那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 number 可以不断的透过这样数字的和去取代。当你的这个数字的和，它如果是还是大于9的话，还是大于9的话，基本上大于9的话，它就是至少就不是能够用一个位数能够将它完成，然后你继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所以做到最后呢，我们其实一行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只要将最极端的例子 number 如果是0，当然 return 0，其他情况，因为你除以9，那你有可能是余0嘛，余0的话，基本上其实是9的倍数所以就应该是，所以先减1，再加1，透过这样一行，其实也就结束了。我们将它复制起来。好，所以这边我们有给递回的解答，刚刚已经提过了。那另外一个解答，我们先将number 是0的话，先把它处理掉，然后再除以9如果它是0的话，那它的答案就是9不然的话就是它的 answer。那我们也可以用C 的方式去写C 的方式习惯就一行就把它结束掉Python 当然也 OK。 那所以我们就将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回到我们的 dev C，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这边我们就改成 A 就好了。所以它就只有一行而已。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呼叫A 这个函数，里面参数摆的是 number， 那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解答。那因为我们是用乱数做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每次所显示的应该都不太一样。好，我们编译执行一遍。所以它答案是8，然后我们刚刚的解法也是8。好，那我们如果是回到刚刚的页面，然后我们回到C版的这里C版是我们一行的那所以这4个 case 我们让它整个 run 一次嘛，看看有没有任何错误。当然是不会有错误的所以38当然就是2， 0的话当然是0。我们这个刚刚乱数产生那个数字得到的答案是1，最大的整数出来答案也是14个 case 也都 OK。 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就提供了起码就是2种不同的解法嘛，一种就是采用递回的方式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根据它除以9的余数这样的一个透过数学的方式呢，去直接帮它解答而且是在有限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解答出来。好。